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脱口秀主持人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提到马来西亚，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榴莲、猫山王？没错，这是标准答案。但今天咱们不聊榴莲的甜度，聊点更刺激的。马来西亚那些让我又爱又恨、满是是是非非的事儿。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之前，做攻略的时候差点精神分裂。网上搜马来西亚好不好？一半人说人间天堂、养老圣地，一半人说坑多慎行，别来沾边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地方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啊？去了之后发现，它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是天使和魔鬼手拉手跳广场舞，一半美好，一半槽点，槽点里还掺着可爱，美好里藏着让人崩溃的小细节。先从最出名的多元种族说起啊，这绝对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是非题。马来族、华人、印度族三大种族凑一块儿，有人说这是文化熔炉，精彩绝伦；有人说这是小型联合国，沟通全靠猜。我第一次去吉隆坡的巴刹，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混乱的和谐。我想买点鸡肉，看到一个华人阿姨的摊位，上去就用中文问阿姨，鸡肉多少钱一斤？阿姨没理我，指了指旁边的牌子，全是马来文。我正懵着呢，旁边印度大哥凑过来，用带着咖喱味的英文问我 Chicken, you want chicken？ 我赶紧点头，结果阿姨突然开口了，要新鲜的还是冰鲜的？刚杀的 AM 很嫩哦。我当时差点原地表演一个瞳孔地震，合着你会说中文啊？阿姨白了我一眼，我看你举着手机翻译马来文，以为你不懂中文呢。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种族融合现状，你以为他不懂你的语言，他以为你不懂他的，结果三个人能用3种语言聊同一件事儿。有人说这种多元特别好，一年到头全是节日，华人过春节，马来人过开斋节，印度人过屠妖节，连国庆节都要放7天假。我去年开斋节去马来西亚，大街上全是穿传统服饰的人，马来族的沙龙、华人的唐装、印度族的纱丽凑在一起，拍照根本不用加滤镜。但也有人吐槽，多元文化也有小摩擦，比如过年的时候华人放鞭炮，马来邻居会投诉太吵影响祈祷；印度族屠妖节灯光太亮，华人邻居又会说晃得睡不着。我朋友在马来西亚住，说他楼下的3家店，华人卖鸡饭，印度人卖飞饼，马来人卖沙爹，平时互相借酱油，一到节日就互相比热闹，最后居委会大爷出来调解，结果大爷是个混血，用3种语言各说一句冷静点，场面又好笑又温馨。聊完种族，再聊美食。马来西亚的美食争议比我妈和我外婆争论饺子该煮还是该蒸还激烈，首当其冲就是猫山王榴莲的正宗之争。有人说只有彭亨州劳务县的猫山王才是正宗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有人说只要果肉金黄核小，管它哪里产的都是好猫山王。我上次在槟城买榴莲，老板拍着胸脯说我这是正宗劳务猫山王，假1赔10。结果我吃的时候发现核有点大，跟老板理论，老板急了，掏出身份证说我就是劳务人，我的榴莲能有假？你是不是吃惯了泰国金枕头，不懂猫山王的精髓？旁边一个吃榴莲的华人大叔过来劝架，年轻人别较真，在马来西亚好吃的榴莲就是好榴莲，正宗不正宗嘴巴说了才算。结果最后老板给我多送了一块，说算我请你，让你尝尝真正的劳务味道。我吃完发现好像确实比刚才那块甜一点，可能是免费的滤镜起作用了。除了榴莲，沙爹的甜咸之争也能让马来西亚人吵起来。马来族的沙爹偏甜，酱料里加了很多椰糖，吃起来齁甜。印度族的沙爹偏辣，加了咖喱粉和辣椒粉，能辣得你直跺脚。华人的沙爹最折中，加了酱油，咸甜适中。我第一次吃马来沙爹，咬一口差点被甜晕，跟老板说能不能少放糖，老板一脸震惊的看着我，沙爹不甜还叫沙爹吗？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？后来我在华人区吃沙爹，老板问我要甜口还是咸口，我说要微辣微甜，老板说你这是中庸之道啊，适合中国人。还有乐沙，槟城的乐沙是清汤加了椰浆，偏甜；马六甲的乐沙是红汤加了辣椒，偏辣。有人说槟城乐沙太淡没味道，有人说马六甲乐沙太辣盖过了鲜味。我2种都吃了，个人觉得都好吃，但我朋友跟我吵了半小时，说槟城乐沙才是正宗的，马六甲乐沙是异端。最后我俩谁也没说服谁，只能再点一碗乐沙决胜负，结果吃到撑还是没分出输赢。接下来聊聊马来西亚的天气和旅游，这也是个是非重灾区。有人说马来西亚常年28度，穿短袖就行，是避寒圣地。
有人说马来西亚太晒了，出门5分钟，出汗2小时，涂3层防晒霜都没用。我上次去热浪岛，早上9点出门拍照，10点就被晒得胳膊脱皮，涂了防晒霜跟没涂一样。当地人跟我说，你要涂我们本地的防晒霜 ，SPF 100+，防水防汗，还能防蚊虫。我买了一瓶，结果涂上去油腻的像抹了猪油，拍出来的照片连反光，像个电灯泡。旅游方面的争议更大，比如仙本那，有人说仙本那的海水是玻璃海，潜水能看到小丑鱼，美到像仙境。有人说仙本那商业化太严重，物价贵，人还多，原生态的感觉全没了。我2019年去仙本那的时候确实很美，海水清澈见底，岛上的原住民很热情，给我们递椰子喝。2023年再去，发现岛上多了很多网红民宿，潜水要排队，吃饭要等座，连原住民的小孩都学会了跟游客要小费。有个当地的潜水教练跟我说，他也很矛盾，一方面希望更多人来仙本那，带动当地经济，另一方面又怕商业化太严重，破坏了这里的环境。还有吉隆坡的双子塔，有人说双子塔太壮观了，晚上开灯的时候像2颗钻石，一定要去打卡。有人说双子塔就是2座高楼，排队2小时，拍照5分钟，根本不知道。我上次去双子塔排队买票排了1个半小时，上去之后发现视野确实好，但风很大，吹得我头发乱飞，拍出来的照片全是疯婆子造型。下来之后我朋友问我值吗？我说值，毕竟我吹过了双子塔170米高空的风，这是我离高空抛物最近的一次。开玩笑的，我是守法公民。再说说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，这绝对是懒人福音还是效率杀手的终极正义。有人说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太慢了，适合养老。下午3、4点，大街上的 Kopitiam 全是聊天的人，老板慢悠悠的冲咖啡，顾客慢悠悠的喝茶，一下午就能聊完张家的猫生了崽，李家的狗丢了的所有八卦。我在槟城的一家 Kopitiam 坐了一下午，老板跟我聊了他的人生经历，从年轻时候去新加坡打工，到回来开咖啡店，再到他儿子出国留学，聊得我差点忘了赶飞机。有人说这种慢节奏太舒服了，没有内卷，没有996，每天的烦恼就是今天吃什么，明天去哪里喝茶。但也有人吐槽马来西亚的慢节奏简直是效率黑洞。我上次在吉隆坡办银行卡，从下午1点等到3点，工作人员才慢悠悠的叫我的号。期间我看到他喝了2杯咖啡，聊了3次天，打印一张纸用了10分钟。我问他能不能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他笑着说，别急啊，我们马来西亚讲究 sick it， 慢慢来才不会出错。还有吉隆坡的堵车，简直是世界级难题。早上7点出门上班，中午12点才到公司。有人说在吉隆坡上班，一半时间在路上，一半时间在公司摸鱼，合着工资是按在路上的时间发的。我朋友在吉隆坡开车，说他有一次堵车堵了3个小时，在车里看完了一整部电影，下车的时候还跟旁边车的司机讨论剧情，最后2人成了朋友，约着下次一起堵车看电影。这可能就是马来西亚人的乐观精神吧。最后聊聊马来西亚的第2家园计划，这也是近几年的热门争议话题。第2家园计划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吸引外国人来养老投资的计划。有人说马来西亚物价低，环境好，医疗便宜，是养老天堂。有人说第2家园计划有坑，存款要求高，续签麻烦，医疗资源不如国内。我认识一个阿姨，退休后通过第2家园计划去了马来西亚养老。她说在马来西亚1个月3000块人民币就能过得很好，吃的新鲜，空气也好，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，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但也有网友吐槽，他办理第2家园计划的时候被中介坑了1万块，续签的时候手续繁琐，跑了5、6次移民局才办好。而且马来西亚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，大城市的医院还好，小城市的医院设备很落后，看病要等很久。其实啊，马来西亚的这些是是非非根本没有标准答案。就像有人喜欢它的多元文化，有人觉得它混乱，有人喜欢它的慢节奏，有人觉得它效率低，有人觉得它是养老圣地，有人觉得它全是坑。但我觉得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魅力所在，它不完美，有很多槽点，但它也很真实，有很多温暖。它就像一个矛盾综合体，既有热带风情的浪漫，又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，既有不同文化的碰撞，又有邻里之间的温情。我上次从马来西亚回来，带了很多伴手礼，有猫山王榴莲干，有沙爹酱，还有华人阿姨给我的手工饼干。我朋友问我，马来西亚那么多是非，你还想再去吗？我说想，当然想，因为那里有我没吃够的榴莲，没聊完的天，
还有那些虽然有点慢，但很热情的人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如果你想去马来西亚，别被网上的是是非非吓住，也别被人间天堂的滤镜迷惑，自己去体验一次，吃一次路边摊的乐沙，喝一杯 Kopi O， 跟当地的人聊聊天，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是是非非，其实都是马来西亚最真实的样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脱口秀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去马来西亚体验一下那里的是是非非，顺便替我吃一块正宗的猫山王榴莲，记得拍照片给我看，谢谢大家。